总不能一直啃着你兄嫂吧？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和小雅早就认识了，又是同道中人，我事业有成，年轻有为，很爱小雅，小雅嫁了我一定会很幸福的。战月凉凉的道，林医生是事业有成，年轻有为，可惜小雅不爱你，她就是不爱你。爱情是不能勉强的，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。我劝林医生还是识趣点，早点放下对小雅的感情，不要再去纠缠小雅了。我听说林医生身边也有一个很爱你的女人，林医生还不如怜取眼前人呢。小雅不属于你，永远都不属于你，我劝你最好死了那条心。林健一脸黑线，他是先认识的小雅，但他现在身边有一个月华，最要命的是他昨晚还和月华睡在了一起，哪怕最后没有做什么，但两人睡了一个晚上却是事实。何月华追着要他负责任呢，小雅也知道这件事，才是让林健心慌的。小雅不属于我，难道就属于你了？战月，你拿什么来养小雅？你连一份正式的工作都没有。是谁说我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？战月反驳他，是谁告诉你我没有工作的？林健哑了哑口，没有人告诉他。战月没有工作，是他自己猜测的，因为战月太自由了，比他这个开诊所自己当老板的人还要自由。若是战月有工作，哪家公司能这么自由？工作日都可以随便出来买这买那的，你无非就是替你大嫂收收租而已，这算工作吗？记起战月说过会帮大嫂收租，林健就拿此来攻击战月。战月嘿嘿的笑，你难道不知道包租金有钱吗？我帮我大嫂收租当成是我的工作化，也不丢人呀，反而会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呢。管城的包租公呢，多少人都会羡慕嫉妒恨。我收租都不想一天就收完，每天收几家，收到月底刚好收完，这样才好，否则一天干完了，余下的29天干嘛？林健脸黑得像炭，他努力了那么多年，才摆脱了贫穷，在管城奋斗了一套房，买了一辆车，也存了点钱，而战月却轻轻松松的收租，一个月收到的租可能比他一年赚到的还多。反正我有工作，有收入，哪怕是帮我大嫂收租，我大嫂也不会让我白干活的，会给我开工资。没看到我在万盛花园买房子像买白菜一样吗？我还是全款的，不用每个月还房贷。现在又装修，装修用的材料都是既环保又质量好的，就是花的钱多一点而已，无妨，反正我出得起。我出入都有豪车代步，我不觉得帮我大嫂收租这个工作有多丢脸。若是小雅嫁给我，我能让她过着皇后公主一般的生活，凡事都有我，她只需要无忧无虑就好。林医生，你说你很爱小雅，请问小雅若是嫁给了你，你能让她活得无忧无虑吗？能给她皇后公主一般的生活吗？战月问的林医生说不出话来，他继续说道，只怕你娶了小雅，你老家的亲戚要住院了，去上级医院看病了，都要让小雅无条件帮你的亲戚安排吧。你喜欢小雅是真，但看重小雅的家庭背景也是真，应该说你更满意小雅的家庭背景，她的背景，她家族的人脉能帮到你很多，这是你一直没有接受那位爱慕你的小护士，而对小雅死缠烂打的原因吧。林医生变了脸色，否认地道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利用小雅什么，我老家亲戚若有需要帮忙的，大家都是亲戚，小雅愿意帮就帮，不愿意帮我又不会逼着她帮。我喜欢的是小雅这个人，不是喜欢她的家世背景。战月呵呵的笑，如果小雅和你那位小护士一样的家庭背景，你会喜欢她，会对她死缠烂打吗？林医生哑了哑口后说道，什么如果？没有如果。所以说你还是更看重小雅的家庭背景。林医生反驳的道，说的好像你没有看重小雅的背景似的。她出身于医学世家，她家族在医学界的人脉，谁不羡慕，不想着与她攀上关系？是人都会生病，生病就要看医生，
若有机会结交到医生朋友，想来没有人会错过。我倒是不在乎小雅的家世好不好，只要她人品好就行。战月说道，我们家虽然不能说很富有，但小日子还是过得去的，医生朋友又不是没有，不需要利用小雅的医学人脉。我单纯就是喜欢小雅这个人，对她一见钟情。他们战家认识的医生朋友并不少，还有2位神医级别的呢。林医生也冷笑2声，讽刺地道，你就吹牛逼吧，吹牛可以哄一哄那些花痴女人，他们被你这张脸迷住，无条件的相信你说的话。但小雅不是花痴，她不恋爱脑，你吹牛逼骗不了小雅的。姓战的，我劝你死了那条心吧，小雅绝对不会爱上你的。那咱们公平对争吧，看看谁最后能抱得美人归。战月懒得再打口水仗，他说道，林医生能追到小雅，让小雅嫁给你，那我放手，送上最真诚的祝福。若是小雅选择了我，林医生以后都要远离小雅。是了，你现在还能追求小雅吗？不用对你的那位小护士负责任呀。林医生，你说什么鬼话？负什么责任？我和他只是老板和工人的关系，他是喜欢我，那是他的事，我可没有向他承诺过什么。小雅不会和姓战的说那件事。林医生便认为战月是误认为他向月华许下了什么承诺，自是极力否认的，却不知道战月对他这个情敌那是了如指掌。战月喝完了他的那杯温开水，放下杯子后，他拿起电瓶车的车钥匙，很晚了，我就不和林医生继续说下去。走了2步，他又折回来，俯下身对林医生说道，昨晚你喝醉了，让何小姐打电话给小雅时，她刚好和我一起看电影，听见了通话内容。林医生想必没有和小雅看过电影吧？我和她看了电影，还一起逛街了。战月炫耀完后，站直了身子，扭身走了。林医生看着他的背影，极度的牙痒痒的。他认识小雅这么多年，的确没有和小雅去看过电影，也没有单独一起逛过街，只和一堆人一起和小雅逛过几次街。小雅不爱他是事实，用小雅的话说，他若是爱他，早就爱上了，不用等到现在。小雅真的喜欢战月了吗？姓战的除了长得好看，家里有点小钱，哪里值得小雅去爱？像战月这样的男人，说不定又会像小雅的初恋男友那样了。虽然林健在心里吐槽，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，那就是小雅对战月态度是很好，不像对他，以前是客客气气的，现在是疏离淡冷。他表白后送的花，小雅从来都不收。他输了吗？不，他没输，只要小雅一天未嫁人，他都还有机会，都还没有输。林医生让奶茶店的人帮他打包那杯奶茶，结了账后，他拿着那杯奶茶走出去，回到车上，将奶茶放在副驾驶上，开车回家。回到自己住的那栋楼下面，他看到自己家似乎亮着灯，他以为看花眼了，或者看错了楼层，停下脚步，抬头认真看过后，确定那的确是他的家。他还没有回家呢，他家里怎么会亮着灯的？他家里的钥匙除了给父母家人之外，就没有给过谁了。虽说经常会由何月华到他家里帮他做点家务，但他并没有给过钥匙何月华。何月华过来时，都是他在家里的时候。难道他的父母来了？想到这里，林健加快了脚步走进了大楼，按开了电梯门，坐着电梯很快就上到了他家所在的楼层。他用钥匙打开了门，进屋就听到了父母和何月华的说笑声。还真是他的父母来了，怎么不跟他说一声？何月华怎么会在这里？总不能是父母邀请他来的吗？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之前也不打电话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去高铁站接你们呀。林健边换鞋边对父母说道。林父说道，你好久没有回去，我和你妈惦记你，刚好你妈也要进城来复查一下，拿2个月的药回去吃，就叫了辆网约车过来了。
坐网约车方便很多，能直接送我们到这里，不用你去高铁站接我们。我们去高铁站也要打车去，不是很方便。就是网约车的车费比高铁票贵多了。我和你妈去了你的诊所，你不在诊所里。月华在，就帮着我们拿东西，送我们过来。林健的家人亲戚过来时，很多时候都会叫何月华帮忙照顾一下，买菜、做饭什么的。这样的事情也让何月华做过。在林家很多人的眼里，都以为林健和何月华是一对儿。虽说对何月华的家世不是很满意，但一个当医生，一个当护士，很是般配。若是林健找不到更好的，林父林母也就认了，想由着儿子娶了何月华的。何月华笑着说道：“那是我该做的。”他起身迎向林健，关心地问：“林医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跟曾医生聊得怎么样？饿不饿？要不要我给你做点宵夜？”“不用。”林医生淡冷地道：“没什么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”“哦，这杯奶茶请你喝。”他将打包回来的那杯奶茶递给何月华。何月华知道他这杯奶茶绝对不是为他打包的，但他还是接过了，很欢喜的样子。“是我喜欢喝的口味，谢谢你，林医生。”他扭身走回到沙发前，放下了那杯奶茶，然后去帮林健倒来一杯温开水。林健走过来，看到茶几上放着精致的果盘，果盘里切着几样水果，不用问也知道是何月华帮他招待父母的。他经常过来帮他收拾屋子，做点家务，对他的家，对他的父母都很熟悉了。他不在的时候，他却像个女主人似的，这让林健不爽，却又不好说什么，怕何月华会对父母说起昨晚的事。林医生回来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何月华知道林医生心情不好，他没有再待下去，对林父林母说了句后，便拿起那杯奶茶，笑着说再见。林父林母起身送了2步，林母笑着对他说道：“月华，明天过来吃饭。阿姨，你明天要去医院检查，不方便。要是不见外的话，我去买菜过来做好饭菜。等叔和姨从医院回来，就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了。怎么会见外？就怕诊所那里忙，明天再说吧。”林父担心何月华走开后，另一个护士忙不过来，而且那个护士做事没有何月华这般细心周到，动作又快速，有时候就只有何月华一个护士，再多病人，他都能应付得过来。虽然何月华的家世一般般，林父还是很喜欢这个女孩子的，希望儿子能和何月华在一起。何月华走后，两老才敛起了笑容，双双坐回了沙发上。“阿健，你又去找那位曾医生了吗？”林母问道。“你说你爱了他那么多年，等了那么多年，他都没有回应你，怕是人家看不上咱们家，你就不要再拿热脸贴他的冷屁股了。虽然他家里条件不错，可他瞧不起你，肯定也会瞧不起我们的这样的儿媳妇。妈是不会喜欢的，若让他进了门，咱们家少不了争吵。”林父也说道：“都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没有结果，你就别再执着下去了，年纪不小了，早点结婚生几个娃，让我和你妈能抱孙。”之前林健说有喜欢的人了，但还没有追妻成功，需要时间，林父林母都支持他的。他们认为自己这个儿子很优秀，没有几个女孩子能抵挡得住儿子的追视，也很满意曾小雅的家庭背景，满以为1年内就能办喜事。谁知道几年过去了，儿子还在原地踏步呢，而年纪越来越大。村里像阿健这么大的人早就当爸了，有些已经是2个孩子的爸，阿健还单着。那些人嫉妒他们阿健优秀的，背地里没少说会赚钱有什么用，娶不到老婆就要打光棍了，